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我们先说一件事哦，最近有很多朋友反映说，他们在 YouTube 首页上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新视频，也没有收到通知，还以为是我们没有出节目，觉得很奇怪。那搜索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一直有推出新节目。没错，是这样，因为我们目前被 YouTube 压制得很厉害，一直有观众被自动退订，那有人收不到通知，还有网络的演算法排序呢也被限制住。所以大家看我们最近视频的点击量就知道非常低，那订户人数呢也几乎卡住不动。那大家应该可以了解我们的处境确实是很艰难。所以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我们的正义股东，支持我们走下去。那今天跟大家聊几个话题，包括了一，哈佛大学研究发现，中国疫情10月已出现；二，香港反送中周年，抗共效应蔓延全球；三，透视共产党。诡辩谢责5部曲。不过，先带您来关心一下中国经济。那大家知道，中共官方近期推出了地摊经济，鼓励人民出门摆摊讨生活。但是民间的消费力似乎受到疫情与失业的影响，不如预期的旺盛。今天是我创业的第3天，给大家汇报一下我的战绩。今天一共卖出去商品0件，我旁边的是个摆摊的，是一个小帅哥，是卖奶茶的。他今天总共卖出去2杯，上午1杯，下午1杯，全部都是我买的。而且有媒体要宣传城市秩序和谐良好，特别拍视频宣传城管付钱买小吃。那城管呢，全名是城市管理执法人员。那对中国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城管经常采取暴力执法的手段，所以摊商都怕他们。所以呢，城管经常在地方作威作福，吃拿喝东西，常常不给钱。因此呢，这部宣传和谐城市的视频推出之后，反而被网友热烈嘲讽，说这是多年难见的温情一幕。好，来看今天第一个重点话题。哈佛大学研究，中国疫情10月已出现。武汉肺炎疫情造成全世界严重伤亡，那不仅美中双方为了病毒来源而唇枪舌战，那全球超过130个国家也支持对疫情进行调查评估。不过呢，现在疫情有了最新进展。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最新研究发现，武汉肺炎疫情很可能在去年的夏末或者秋初的时候就已经在武汉发生了。哈佛医学院通过卫星照片和商业情报的分析研究呢，发现从去年9月开始，武汉5家大型医院外围交通量急剧增加。那就在同一期间，中国网友搜索某些病症的关键词也明显增加，而这些病症关键词呢，就是后来被认定跟武汉肺炎密切相关的症状。然而，根据中共官方6月7号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说疫情最早是在12月27号，由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但是从哈佛大学这张图的黄色曲线可以清楚看见，在去年11月以前，武汉几家医院的车流量就已经明显上升了。那这项研究的主学教授布兰斯坦呢说去年10月发生的某些事情，很显然远在公认的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当地就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社会混乱。好，我们可以看到哈佛大学最新研究的发现是肺炎疫情应该是在去年的9月或者10月就已经在武汉地区出现了，所以造成5家主要医院车流量大增，病患上门求诊。那虽然这个时间点与中共宣称的12月27号相差甚远，但是根据中国财新网的追查，他们掌握到武汉医院在去年12月底已经接到9起肺炎案例，那其中最早的案例是12月15号。那无独有偶，著名的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呢，在3月发表一篇研究指出，他们调查425名病患后发现，疫情在12月中就已经发生人传人的现象。那更重要的是，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呢，今年1月也在权威的医学期刊《柳叶刀》刊登论文指出，武汉首位案例的发病时间是在12月1号。好，我们推算一下，假设病毒潜伏期是2个礼拜，也就是14天，那这样呢，病毒必须是在11月或者更早以前就已经在武汉地区传播了，所以才会有病患在12月1号就发病。因此呢，这些研究与报道和哈佛的研究结果是可以吻合的。况且，
去年10月前往武汉参加军人运动会的几位意大利选手也透露说，他们抵达武汉之后，很多人都生病了，出现咳嗽、发烧等等症状。那这些症状呢，也正好也是武汉肺炎的症状。所以我们总结来看了，这次疫情呢，确实很可能像哈佛研究发现的，在去年秋初甚至夏末就已经发生了，与中共官方反复宣称的12月底是相差甚远的。那这些研究与证据呢，也再一次证实中共当局确实隐瞒疫情、造假数据。话题2：香港反送中周年，抗共效应蔓延全球。今天是6月9号，在1年前的今天，有103万人走上香港街头，反对送中条例，也就是逃犯条例的修订案。浩浩荡荡的反送中运动也从此获得全世界关注。过去1年来，香港抗争者留下许多触动人心的史诗片段。那这场抗争呢，从反送中延续到今天的反港版国安法，也对海内外带来深远影响。那在我来看呢，香港抗争带来的影响力呢，可以体现在4个层面。首先是香港层面，这场长达1年的抗争行动呢，虽然遭到中共与港府的残酷镇压，让香港人付出血泪的代价，但是却也让更多香港市民看清中共集权暴政的本质与一国两制的谎言。那香港人高喊的口号也因此呢，从原先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后来加入了天灭中共、全党死清光，体现出香港人对中共的抵抗意志。那香港人对中共的全面看透，也促使去年底的区议会选举由民主派大获全胜，新北京的建制派惨败，缔造了香港自治史上的崭新一页。接着是中国层面，香港市民坚毅不屈的抗争精神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呢，也深入到中国大陆。在广东茂名，当地民众反对政府兴建火葬场，发生大规模抗争行动，不但高喊时代革命、光复茂名，还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迫使当地政府最后不得不取消计划。而在疫情发生之后，中国民众批评中共当局隐匿疫情，轻忽百姓人命，因此效仿香港喊出光复武汉和5大诉求，包括隔绝疫区、罢免渎职官员、完全收治疑似病患、禁绝野生动物交易，以及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那这波时代革命的浪潮呢，在中国内部悄悄蔓延，让中共高层惴惴不安。但不仅如此，香港抗争还影响分布全球各地的海外华人，鼓励他们挺身而出，反对中共暴政。消灭中共是正义的需要，中共是共产国际资助的，颠覆了中国合法政府的恐怖组织，其在中国的集权统治已发展为彻底的反人类暴行，无视人权，摧毁人性，践踏民主，违背法治，撕毁合约，血洗香港，杀害藏民，输出腐败，危害全球。再来看国际层面，香港市民守护自由、对抗中共暴政的抗争行动引发国际社会瞩目。美国国会也快速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声援香港人权，反制中共的残暴镇压。然而，中共方面继续强硬推动港版国安法，最终促使美国总统川普发表讨共檄文，并对中共实施全方位反制行动。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continually violated its promises to us and so many other nations. These plain facts cannot be overlooked or swept aside. The world is now suffering as a result of the malfeasan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香港、疫情、贸易战和台湾问题呢，促使美中双方关系全面恶化，从过去的竞争合作关系走向全面对抗。那世界许多国家也纷纷加入反对中共、孤立中共的行列，对中共政权带来日趋严重的生存压力。最后是台湾层面，香港反送中运动让许多过去不了解中共的台湾民众首次见识了中共的血腥残暴和谎言统治，也让台湾人明白所谓的一国两制只是中共的骗局话术，也促使更多台湾人加入反共行列。首先，去年6月在台北举行的反红媒游行，尽管当天大雨滂沱，但是却依然有数万年轻人走上街头，反对中共操控红色媒体渗透台湾。而在今年初的台湾大选呢，
超过817万人投票给蔡英文政府，拒绝亲共的国民党阵营，同时让亲共政党在立法院选举里惨败而归。不仅如此，在总统大选落败的高雄市长韩国瑜，上周呢再次被高雄市民以超过93万票罢免通过。那政治立场亲共的韩国瑜，不但失去所有公职，也让北京看见台湾民众高涨的反共意志与抵抗中共的决心。回顾过去1年来香港市民的血泪抗争呢，在海内外激发点燃新一轮的全球反共潮，不但促使美中关系全面摊牌对抗，还加速国际社会远离中共、孤立中共的布局，同时也让台湾凝聚更强的民间共识，对抗中共入侵。话题3：透视共产党，诡辩谢泽5部曲。透视共产党是我们新推出的小栏目，希望帮助大家更有系统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与作风。那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我们也感谢大家。那上一集的透视共产党呢，我们介绍了中共集权体制入侵的5个步骤 FDDCC， 那大家可以参考这一集节目，我这里就不重复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下中共遇到批评或者指控的时候最常使用的一套应对模式，我把它叫做诡辩谢泽5部曲。那如果用英文缩写起来呢，可以简称为 ADDCR。 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就来一步一步来拆解。第一步是坚决不认 Admit Nothing， 就是说不管对方指控什么都不承认，或者直接忽视不理，目的是要跳出对方的话语战场，不让自己陷入被动。比方说，中共当局在7号提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对于外界长期提出的种种质疑与涉嫌掩盖疫情的问题呢，他始终不予回应，这就是典型的坚决不认。第二步是否认到底 Deny, deny, deny。 否认呢，应该是中共政府每天最常使用的字词与句型而且呢，通常语气都会相当的强硬，目的是要用虚张声势来掩饰自己的心虚，同时呢，也为反击对方做铺垫。像这次的白皮书记者会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呢，被问到隐瞒疫情的问题时，又再次否认，回答说，这种说法严重违背事实，中国政府也就是中共政府没有任何延误和隐瞒。第三步是损毁他人信誉 Discredit others。 损毁他人信誉呢，目的是要破坏对方的声望基础以及可信度，从而削弱对方指控内容的正当性。那毁损信誉最常使用的2个借口就是背后有政治动机，或者是有金钱动机。在这次白皮书记者会上，卫健委对于国外质疑中共隐瞒疫情，就再次祭出了他们最擅长的3字咒语政治化，说外国政客与媒体把病毒标签化，把疫情政治化。那事实上呢，这种损毁他人信誉的手法呢，也等于是中共把别人给标签化，把疫情更加的政治化。那大家听多了也会觉得腻味和反感，觉得八股没创意。所以这种手段对于海外自由社会人们来说呢，效果呢已经不好使，但是对于长期受到党国思想控制的中国人民来说，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欺骗作用。第4步是反指控 Counter allegation。 反指控呢，顾名思义就是提出任何对对手不利的指控，用来反击对方。拿白皮书记者会来举例中共官员对海外也提出了反指控，他们说外国政客与媒体还炮制炒作所谓的中国源头论、中国隐瞒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是毫无事实根据，也是不讲道理、不尊重科学的。好，这些就是所谓的反指控。那事实上，反指控主要有2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进一步削弱对手指控的力度与可信度，想要引导舆论呢反击回去。那另一个作用呢，是用来分散焦点，转移舆论阵地，好让自己跳出现在的不利困境。第5步是老调重弹 Repeat Pitch。 老调重弹呢，顾名思义就是不断重复自己原本的论调和说辞，坚定不变。那这种套路背后呢，奉行的是前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所说的谎言说了1000次就变成真理。比方说，这次记者会上，当局除了否认种种指控之外，又再次重复说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延误和隐瞒，并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通报了病毒数据和相关疫情。那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论调啊，中共不但会反复说、经常说，而且还会说得很用力、很坚决。因为共产党官员呢，就是要靠着外表的虚张声势来掩护内在的心虚与脆弱。那共产党就是靠着外表的道貌岸然掩盖内部的败坏腐朽。好，到这里您看懂了吗？中共就是靠着这套 ADDCR 的诡辩5部曲来否认指控、推卸责任。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说明像立场亲共的高雄市长韩国瑜，他在被罢免后的演讲呢，也找得到同样的轨迹。第一，韩国瑜在演讲里呢，通篇没有提到接受罢免结果，也没有对投票罢免他的93万人做出回应，甚至连一句“我虚心接受”都没有，这就是坚决不认。第二，韩国瑜先感谢2018年投票给他当上市长的89万人，再提到这次罢免案有130万人没有投票，说感谢他们对我们团队支持。其实呢，这是变相的想要否认罢免结果。然而没投票的130万人当中呢，未必都是支持韩国瑜，还有很多不想投票、没空投票的人。那这种说法呢，其实有过度简化、灌水造假的嫌疑哦。第三，韩国瑜花了很大篇幅指控民进党政府组织了罢韩国家队不停对他抹黑、扭曲、造谣、重伤，还说一切批评都是完全脱离事实，毫无根据。那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呢？是不是跟中共的说法很像呢？这就是损毁他人信誉。第四，韩国瑜还说，民进党当局全心全意斗争，买通几乎90%以上媒体，几乎100%网军，全力攻打韩国瑜。那这就是反指控。第五，韩国瑜也再次重复说，他的团队非常努力，非常多政策都是全国最优，双语教育全国第一，路平灯亮水沟通全国第一。那这些论调呢，就是老调重弹了。好，最后呢，我们再帮大家重复一次中共的诡辩卸责5部曲：一、坚决不认 admit nothing； 二、否认到底 deny； 三、损毁他人信誉 discredit others； 四、反指控 counter allegation； 五、老调重弹 repeat pitch。这5个步骤的英文缩写合起来就是 ADDCR 模式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不是每一次中共的发言都会完整的具备这5种元素，有的时候会省略其中的1步或2步，但整体上呢，还是不脱离这个模式架构。好，今天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订阅、留言、按赞，跟你亲朋好友分享。订阅之后，请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您就有可能会收到我们的新节目通知了。我们下次再会。